暗光子理論很可能會迫使我們重新翻開量子物理的課本，甚至把整套理論框架大修一遍，讓我們以為早已搞清楚的微觀世界規則，統統改寫重來。如果宇宙不只是由我們熟悉的光和物質堆起來的，而是還隱藏着一個與之對應，卻永遠無法被我們肉眼直接看到的黑暗反世界，那我們的宇宙故事可能就得從頭再講一遍。暗光子理論說的就是這一點，這些看不見的粒子可能在暗物質和可見物質的邊界上留下一圈若有若無的腳印，而順着這些腳印，我們也許能推開通往一個充滿想象力，甚至充滿新物理規律的平行宇宙之門。如果這個理論被證實是對的，我們就不僅要重新整理量子物理學的基本公式和教條，還得重新問一遍自己：世界到底是什麼？我們又算什麼？暗光子很可能不只是隱藏宇宙裡默默穿梭的信使，它們也許還會證明一件更震撼的事：我們人類在觀察世界的同時，很可能也在參與寫劇本，參與創造這個世界本身。我們作為生活在日常三餐和瑣事裡的普通人，真的準備好去面對這些看不見、摸不着，卻極可能主宰宇宙結構的無形力量了嗎？一項圍繞量子干涉現象展開的最新研究給出了大膽的指向：暗光子很可能不是跑龍套的，而是幕後搭建宇宙舞台的真正設計師之一。所以，在宇宙那一片我們看不到的黑暗深處，或許正悄悄醞釀着一場科學上的大革命，它有可能把我們過去上百年的物理認知統統甩在身後。暗光子是一種目前只存在於理論裡的假想粒子，運動方式和普通光子有點像，也可以攜帶能量和信息，但它更偏心暗物質，只和那一部分神秘物質打交道，而幾乎不理我們可以直接看到的普通物質。你可以这樣想象，宇宙裡有一種只有少數存在聽得懂的秘密語言，而暗光子就是用這種語言交流的無聲信使，在暗物質世界裡來回傳遞消息。普通光子本身雖然也看不見，但就像一隻不斷打開的手電筒，把桌子、牆壁，甚至你的臉都照出來，讓我們得以看見整個可見世界的輪廓。而暗光子可以類比成比紅外線更難察覺的一種暗光，需要通過極其特殊、精密到離譜的科學眼鏡，也就是各種實驗裝置，才有可能間接捕捉到它的一點點痕跡。它們如果真的存在，就會在宇宙中不斷發出微弱信號，像是輕輕敲擊空間的鼓點，只是我們的肉眼和普通儀器都完全聽不見、看不到。這些粒子很可能主要在一個與我們這個宇宙平行，卻始終處在陰影裡的影子宇宙中來回穿梭，好像住在隔壁卻永遠不見鄰居的住戶。我們看不到這個黑暗宇宙是什麼模樣，不知道那裡有沒有星系，有沒有結構，可它的引力，它的能量卻時時刻刻在拉扯，塑造着我們所在的這個明亮宇宙。這樣一來，暗光子就更像是一種隱藏力量的郵差，而這種力量既不是我們熟悉的引力、電磁力，也不是強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這4種基本力中的任何一種。如果在引力、電磁力、強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之外，宇宙中真的還潛伏着一種第5種力，那它將迫使我們重構現實的含義，許多以為不會錯的定律都要打上問號。為了找到這些暗光子的蛛絲馬跡，研究人員設計了像 MAD-MAX、磁化圓盤和鏡面軸子實驗這樣極度敏感的裝置，試圖在宇宙那張看不見的物理藍圖上找到暗光粒子劃過的細微劃痕。MAD-MAX 實驗背後真正想追問的問題是：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會不會從一開始就是被暗光子在背後捏造和修飾的？只是我們一直渾然不覺。借助 MAD-MAX 這種利用磁化圓盤和特殊鏡面設計出來的軸子實驗裝置，科學家希望一步步逼近現代物理學最大的謎團之一：暗物質到底存不存在？它究竟藏在哪裡？按照目前的觀測和計算，暗物質可能佔到整個宇宙總物質的80%甚至更多。可它既不發光也不吸光，我們無法直接看到，到現在連它的真身都沒有被確凿地抓到過。如果把暗光子看作陰影中的光，
那麼一旦能發現它，就等於抓住了暗物質存在的一個關鍵證據，而且這種暗光還有可能本身就是宇宙中某種未知力量的表現形式。Mad Max 實驗的目標不只是回答有沒有暗光子或軸子這麼簡單，他更希望借此揭開那些一直被掩蓋在噪音裡的宇宙結構，找到以往所有實驗都遺漏的細節。如果我們真能在這片物理黑暗中找到第五種力，那不僅是實驗技術上的一個里程碑，更會在哲學層面上撼動幾千年來人類對世界由什麼構成的根本看法。從某種意義上說， Mad Max 想要證明的就是這樣一個簡單卻深刻的道理：那些你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並不代表它們不存在，它們可能只是在更深一層的現實裡安靜地運轉。在這片黑暗物理世界裡尋找光，是一件極其複雜又悄無聲息的工作，沒有絢麗的火花，只有長年累月的微調和等待。按理論推算，暗光子既不發出我們能看到的光，也幾乎沒有質量，但它可以和可見光範圍內的普通光子發生一點點相互作用，仿佛在背後輕輕推了一把。這種極其微弱的互動，會在儀器的數據中留下細小的動力學指紋。研究人員正透過層層噪音，在一大堆曲線和數字裡追蹤這種指紋的存在。Mad Max 是由德國赫倫團隊牽頭開發的一項超高靈敏度研究計劃，主要目標是尋找一種叫軸子的假想粒子，在部分理論中，它和暗光子緊密相關，甚至可能就是同一類東西，並且還牽扯到那種我們尚未確認的第五種力。為了有機會聽到這些看不見的粒子在宇宙裡走動的聲音， Mad Max 設計了一套由多層透明圓盤堆疊而成的裝置，把它們牢牢固定在一個極其強大的磁場之中，讓每一片圓盤都像一隻調好頻率的耳朵。理論預言，在這樣的磁場和圓盤組合條件下，如果暗光子或軸子從中穿過，它們有可能變身，轉化成普通的微波光子，也就是我们可以用天線和探測器直接接收到的信號。從理論上講，這整個過程產生的信號微弱到近乎可以忽略，噪音小得離譜，弱到用常識幾乎難以想象，就像在嘈雜的城市裡試圖聽見一隻螞蟻走路。研究人員正用專門調校好的超精密探測器，一點一點降低背景噪音，希望最終能把宇宙中暗光那幾乎聽不見的噼啪聲從寂靜中分離出來。所以 Mad Max 的操作要比我們耳熟能詳的量子實驗，比如雙縫實驗或貝爾測試要微妙得多。那些經典實驗用的是肉眼最終能看到的干涉條紋和統計結果，而 Mad Max 要捕捉的則是一種幾乎完全藏在暗處的信號。雙縫實驗告訴我們，微觀粒子既像波又像點，貝爾實驗則證明了量子糾纏帶來的遠程關聯是真實存在的，而 Mad Max 則試圖再往前跨一步，去追蹤那些連間接痕跡都極其難以察覺的暗粒子。他真正要找的是那種無法直接被照亮，只能靠數據上的一點點偏差、某條曲線的輕微抖動來間接顯形的粒子。科學家口中所謂的動力學混合，就是指暗光子和普通光子之間那種極其微弱的耦合關係，好像兩個人隔着後牆說話，聲音雖然被嚴重削弱，但仍舊能隱約傳過去一點。有人推測，所謂第五種力，可能正是從這種暗光子與普通光子的細微相互作用中誕生，或者至少是緊緊伴隨着這種互動一起出現的。一旦這條線索被證實，它對我們整套世界觀意味着什麼，將會超出大多數人的想象，很多根深蒂固的常識都會顯得不再那麼牢靠。到這裡，我們不得不重新問一句：什麼才算是真實？是手能摸到的，還是物理上可以證明的？亦或是更深一層的東西？現實、幻覺以及那些不可見的存在，它們之間的界限或許並不像我們過去認為的那樣涇渭分明。人類可能正在站在一個新物理時代的門口，像當年相對論和量子論剛剛問世時那樣，再一次迎接一束照進未知領域的曙光。如果暗光子被最終證實存在，它們就不僅是一種新成員的粒子，
更是一張把整個物理世界重新洗牌的牌，讓我們不得不重新理解宇宙是如何運作的。它們也許一直都在那裡，穿梭在星系和我們身體之間，只是我們現在的眼睛和儀器都還不夠敏銳，暫時還無法直接捕捉到它們的身影。這意味着，現實這個概念本身就要擴容，不再只是我們能看到、能測量到的那一小塊，而是還要包括那些目前無法直接觀察，卻一樣參與決定結果的那部分。於是，我們又繞回到量子力學最核心也最讓人頭大的那個問題上，那就是微觀粒子到底是因為我們去測量了，它才以某種具體的樣子出現，還是它在被測量之前就已經在那裡，只是躲在某個不為人知的角落？如果把這兩者聯繫起來看，暗光子很可能就是通往更深層次宇宙結構的一把鑰匙，是隱藏現實向我們伸出的第一只手。這個思路會逼着我們繼續往前走，因為一旦承認這一點，我們就得接受一個事實：我們現在眼睛所見的一切，很可能只是真實世界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小角。在這種意義上，物理學就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公式，而成了站在可見的物質和难以言說的神秘之間的一門前沿探索學問。如果宇宙真正的骨架和經絡主要是在不可見的領域裡活動，那我們今天科學理論裡的各種空白和缺口，就一下子變得可以理解了。從現實的角度講，現代物理學一次次撞上某些瓶頸，這些瓶頸不是靠再換一台更高級的儀器，再調一版更複雜的模型就能輕易突破的。比如說，引力和量子力學到現在依然像两本講不同語言的教科書，我們還沒找到一種辦法把它們合成一個邏輯自洽的大理論。再比如，暗物質加上暗能量據說佔了宇宙總能量和物質的 95% 以上，可對於它們到底是什麼、怎麼來的，我們知道的還遠不如對普通原子了解得多。還有中微子這種幾乎穿牆而過，和普通物質幾乎不打招呼的粒子，它們具體是怎麼參與宇宙演化的，至今仍有許多謎團沒有解開。這些對不上號的地方，多半不是我們算錯了，而是說明我們的宇宙視野本身有盲點，有一大片區域壓根還沒被照亮。越來越多的物理學家開始意識到，我們現在手裡的這些物理模型，很可能只是在描述現實的一小片段，就像只看到大畫卷的一角。那麼問題來了，剩下那一大塊，我們看不到，但又真實存在的部分，到底是什麼？如果宇宙中有 95% 的東西都是不可見的，屬於暗的範疇，那光靠看得見的那 5% 來解釋一切，就好像只看菜單不看廚房，我們注定得走進那片黑暗裡尋找答案。這正是這類新研究以及影子宇宙這個概念開始發揮作用的切入點。這個影子宇宙像是與我們平行存在的另一個現實層面，它不直接向我們露臉，只是偶爾通過暗光子這樣的信使，間接把自己的存在暗示出來。這些層面既看不見，也摸不着，但通過精密的實驗、細緻的推理，我們或許能一步步感知到它們的存在。聽上去，這已經有點接近魔法世界的設定了，只不過這裡的魔法是通過數學公式和實驗裝置來施展的。因為一旦影子宇宙被證明存在，我們現在能看到和測量到的這個世界，就可能只是一個更深邃、更複雜宇宙的亮面外殼，像湖面上的那層波光。接下來就要談到凝視的力量。我們看世界的時候，是不是只在被動的觀察，還是其實正在用自己的觀察參與創造現實？這聽上去像一句心靈雞湯，但如果從量子物理的結論出發，我們每一個觀察者都可能是現實舞台上的共同編劇，而不只是坐在下面鼓掌的觀眾。試着想象一下，你不再把自己的人生當成一連串剛好發生的巧合，而是承認你的每一個選擇、每一次關注，其實都在悄悄改寫你身處的這個世界。雙縫實驗告訴我們，同一個粒子，它到底表現得像一條擴散開的波紋，還是像一個清清楚楚的小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用什麼方式
在什麼時候去觀察它。把這個思路稍微類比到日常生活中，就好像在說，我們如何看待世界，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我們注意到什麼，忽略什麼，也就影響了我們最終經歷了一個怎樣的現實。乍一聽，這好像有點瘋狂，甚至有點違背常識。但如果你願意稍微冷靜一下，跟着這個邏輯往下想一想，事情就沒有那麼懸了。如果暗光子或暗軸子這種粒子只能通過一連串間接效應被我們推理出來，但它們卻確確實實在影響我們的世界，在傳遞宇宙深層的秩序信息，那我們就很可能生活在一個從黑暗中被塑形出來的現實裡。在過去的100多年裡，科學家們主要是盯着宇宙中的各種光、星光、射電波、伽馬射線，試圖通過分析這些光，反推宇宙的結構、歷史和命運。可是現在越來越多的證據在提醒我們，真正的起源似乎藏在光照不到的那一邊，在那片被我們統稱為黑暗的隱藏領域裡。我們每天能看到的房子、街道、身體，其實都出現在一個可見性的臨界點上，而這個臨界點背後，很可能正被更深層次、不可見的物質和力量所決定和支撐。在這樣的設定下，你甚至可以試着想象，影子宇宙並不是躲在宇宙某個遙不可及的角落，而是就緊貼在我們身邊，甚至滲透在我們的身體和細胞之中。畢竟，我們自己就是宇宙的一小塊拼圖，和星系、行星一樣，都是這幅巨大畫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的身體由物質堆成，我們的世界由光呈現。而如果影子宇宙真的存在，那它不僅可能參與了塑造我們的肉體，也有可能參與了我們意識和思想的誕生。你是否想過，你那些看不見摸不着的感覺、念頭和內心畫面，包括慾望、恐懼、願景，可能也被某種看不見的秩序所調控，而這種秩序的運行方式和宇宙暗層面的運作驚人相似。這些內在感知其實就是你這個觀察者所構成的現實，它們和你的行為、你的態度一起，默默篩選出你每天會遇見什麼，又會與什麼擦肩而過。如果這種聯繫在將來真能被物理學逐步證實，那我們每個人可能都需要重新學習一件事：如何用自己的思維方式和選擇，去塑造一個盡可能有利於自己的現實環境。來到可見與不可見的分界線，也就是所謂的希格斯場時，我們不妨借用一下弦論的想象力，把宇宙想象成一個擁有多重維度、遠超三維空間的巨大結構。在那樣一個宇宙圖景裡，很多不可見的維度其實是功臣，它們共同作用，才在我們的眼前生成了這個看得見、摸得着的三維世界。如果允許我們稍微偏一點題，從哲學甚至一點點神秘主義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說，可見的生命都像是從某種更深层的靈魂維度或精神黑暗維度中慢慢顯現出來的。就像地下那一大片看不見的真菌網，只會在地表長出寥寥幾朵蘑菇一樣，宇宙中那85%不可見的部分，經歷了複雜的演化和互動，最終才在我們眼前冒出這一小部分可見的星辰和生命。在物理上，生命和一切結構開始顯形的那個門檻，就被稱為希格斯場。它像是一道門檻，讓粒子可以真正安頓下來。正是在希格斯場這個環境裡，粒子獲得了質量和相對的穩定性，才有機會以一個個具體的東西的形式出現在世界當中。奇妙的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種實驗技術能夠在這個臨界點上穩定地操控物質，仿佛這個邊界本身就拒絕被馴服。相反地，我們似乎看到，物質之所以顯得穩定，是因為在更深層面上，它一直在微微顫動，不斷變化，是一種動態中的穩定。這麼一想，穩定就不再像一塊堅硬的石頭，而更像一盞燈的持續閃爍，只是閃得太快，以至於我們誤以為它是靜止不動的。習慣上，我們總是用看得見、摸得着的東西來判斷環境安全不安全、富足不富足。
幾乎很少去理會那些暫時無法直接感知的因素。可如果真正在背後下指令的是一個滲透進一切事物中的隱藏結構，那我們的評估方式、我們的價值尺度，很可能都要大幅調整。在這個測量與不可測、可視化與不可視化之間的臨界點上，希格斯場就不只是質量的來源，甚至可以被想象成通往那個黑暗平行世界的一扇扮演着的門。而這個影子宇宙，或者說那些微妙的量子低語，很可能並非對我們完全无動於衷，它們也許會對我們的情緒、我們的慾望產生某種共振。在一種更大膽的比喻裡，你的每一個念頭、每一次行動，都像是在暗場中掀起一陣小小的波動，仿佛在塑造屬於你自己的定律和暗光子軌跡。也許我們對這個暗場的影響，比我們現在能想象到的要深遠得多，只是還沒找到合適的方式把它量化出來。有一種可能是，我們每一個當下的選擇，都在不知不覺中深入宇宙最底層的規則，而我們作為自己的這個存在，也正是從那片最深的暗處緩緩湧現出來的。於是，暗光子與普通光子之間那種若有若無的互動，不僅發生在遙遠的星系裡，也發生在你的身體內部，發生在你身邊的一切事物之間。從這樣一個聽起來略顯瘋狂的視角出發，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成了宇宙這場龐大粒子實驗中的參與者和樣本，一邊生活，一邊被記錄。